如果在你在不幸的婚姻生活中挣扎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对你特别好的、帅气的小伙，你会如何抉择？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王女士的婚姻故事。我和老公是大学同学，也是彼此的初恋。在那个包办婚姻的年代，自由恋爱显得尤为珍贵。我们从相识、相知到相爱，身边的朋友都不看好我们。虽然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困难，但好在最后还是走在了一起。所以，我特别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。结婚以后，不想谈恋爱，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得我们喘不过气。我们会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吵架。他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，经常提出各种无理要求，我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。但是如果事情没有做好，他就会骂我，他甚至可能会打我。和谈恋爱时候的相比，完全是换了一个人。我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开始后悔选择了他。随着工作的晋升，他出差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我们一个月基本上见不了几次，只有在放假的时候他才可以陪我几天，但每次都是说不了几句话，就又会为了一些琐事吵起来。后来，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被子里偷偷的哭，后悔当初的错误决定。但想想我们的孩子，我还是忍了下来。后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听我的一个好姐妹说，前段时间出差遇到了我老公，同行的还有一名年轻女子，他们举止非常亲密。听到这个后，我的心很痛，就和朋友们多喝了几杯。晚上回家，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巷子里，时而大笑，时而大哭，或许是酒壮怂人胆。借着酒精的作用，我给老公打了通电话，在电话里把他骂了一通。骂完之后，我有些头晕，就坐在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下。这时，一个骑着电瓶车的人经过，他看到我，不确定地叫道：“王姐。”我抬头一看，那人是我的邻居小杰，一个做装修的小伙子，今年30岁。我平时和小杰接触不多，只能算是点头之交。从其他人口中听到过他的一些事情。小伙子虽然长得不错，但家庭条件很差，找了几个对象，都分手了。他可能看我喝了酒，有一个人坐在路边，便说要送我回去。由于不熟，我拒绝了他，但他走了没多远就折回来了，说是晚上了，不安全，还跟我说了好多话。我只好坐到了他的车上。一路上我和他说了很多心里话，他就默默地听着，时不时地安慰我几句。当我到家时，他把我送到门口就离开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明显亲近了很多。或许是听了我和我老公的事情，让他觉得我很可怜，所以他总是会帮我很多，平时也很关心我，有时间就会过来和我聊天。慢慢的，我对他有了些好感。其实，一开始，我没想过和他会有什么关系，毕竟我比他大很多，而且我发现对爱情失去了信心。但小杰对我真的很好，他关心我，照顾我，给了我缺失已久的温暖。所以，当他向我表白，他说我喜欢我，想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是被他感动了，答应和他在一起。为了和小杰在一起，我和老公提出了离婚，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我们很快就离婚了，夫妻共同财产一分为二，互不反对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和小杰在一起了。一开始，我对小杰还有点防备，但他对我太好了，他什么都让着我，所以
渐渐的，我放下了防备，心无旁骛的和小杰在一起了。虽然很多人不看好我们，但是我们不在乎。可是我们在一起不久后，就发生了意外。小杰告诉我，他姐夫需要30万做生意，恰巧我离婚也赔了几十万，他想让我把它借给他的家人，因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基本上是我全部的身价，所以我拒绝了。但他极力求我，还给我写了一张有各种保证的借据，最后我还是借给了他。但没多久，他就彻底消失了。我去了他给我的地址，没有找到他。他住的房子也是租来的。我听房东说，他家里只有一个儿子，根本没有兄弟姐妹。原来我被骗了，我感到很绝望。我的生活从未如此绝望，实在没有办法。我去了警察局报案，警方表示会尽快找到他，追回被骗的钱，让我回家等消息。其实，生活就是这样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你以为遇到了真爱，殊不知是甜蜜的陷阱。所以，姐妹们，一定要擦亮双眼，谈恋爱可以，谈钱一定要慎重。